什么是结生芽树？简单地讲，就是指在枝节上发芽，而其他部位不出芽的树。像大家熟悉的竹子，就是最典型的。在盆景中，像枫类、对节柏纳、黄芦等等，都属于结生芽树。这盆红枫在前门中培育了几年。红枫是结生芽树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树种。以它为例，讲2个重点：结生芽树的控养和根盘的培育。控养在结生芽树苗期或者是下山桩出芽初期就得进行。苗或者是芽的初期应该是放养阶段，但这种培育的方法恰恰是结生芽树种特性所确定的。初期控养的目的是为了控短枝节，为以后的造型创造条件。枝节短，出枝密集，造型冬缀出枝才有更多的选择性。像这种枝节就是在苗期进行控养形成的。控养主要是在树的生长季节进行，用浅盆种，控制肥水。树在饥渴状态中生长会变缓慢，枝节自然会变短，每修剪一次就要控养一次。在控养中，不仅是控制枝节，还要控制它的增殖速度。简单的理解就是在干没有达到理想粗度时，枝的粗度要控制在一定生长范围内，否则枝干的比例相差不大，就失去了枝的造型意义。控制枝条的生长主要是剪，像这种强势枝、比例失调的枝都要把它剪掉。剪掉之后会从枝节上重新发出来的枝，从控制枝节开始，再对它进行培养。红枫一旦木质化，是很难在加工过程中使它弯曲变形的。像这样在苗期对它进行판扎定型，形定好了再对它进行放养，这与大多数盆景在培养中是不同的。像这一盆干的弯曲变法，就是在苗期定型前养成的。弯曲的变法主要在枝节间，就是这个部分。而这个弯曲的部分在以后的过程中是无法取代的。对红枫进行控养的同时，也要对它的根盘进行培育，主要是想把它培育成板状根。把根洗干净，看得更清楚，这也是防止红枫黑干病的有效方法。这是洗根之后根的全貌，这一盆是去年放的盆。形成这种板状根主要是靠剪和调根。先把底部的根剪干净，让根的吸收和生长集中在根盘的表面。剪短这些老根。把根要调整好，向四周散开，均匀分布。像这样修剪整齐，剪短老根会萌发更多的侧根。用的土是赤玉土和鹿藻土，红枫系酸性，鹿藻土是酸性颗粒土。红枫用这种浅盆种，一是有更好的表现，最主要还是培育它的根。浅盆的透气性好，容易进行见干见湿的管理。这是自己做的一个控供器，把它放在最中心，主要是阻止底部根的生长，使周边的根增粗。把树固定好，
浇上水，这种干的颗粒就会膨胀，与根系就会接触更紧密。这样盆地上好了，随着新一轮根的增出，使根盘增大，周而复始，板状的根就会逐渐形成。当然，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培育过程，但是可以按照这个目标对红枫进行培育，或多或少都会有收获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山泉龙茶，下期见。